玉茹啊，以后这个家就由你当吧。顾家商号大小诸事，以后都由你来做决断。我明日一早便把这个决定告诉商号上上下下的掌柜们。不行啊，娘，没有您的提点，我不成的。玉茹，你天赋过人，又跟我历练了这么久，如今幽州的风土人情、从商规则，我也得从头学起，没什么可提点你的了。可是我毕竟太年轻了。我当年立身经商的时候也跟你差不多大，就是因为年轻，才更有心气儿。往后你就能者多劳。我老了，力气和心气儿都不够了。往后我就负责照顾你爹留下的那些花草盆栽，他最宝贝那些老石子。我要是管不好，等他回来，得对我吹胡子瞪眼呢。玉茹，以后这个家就托付给你了。是，娘。九思，你也得帮扶玉茹。你们夫妻俩以后要同心同德，一切以对方为重。你得为玉茹撑起一方安稳的天地来。是。今日劳累，我乏了，我先去歇息了。幽州和扬州气候大不相同，娘却还能把这些花草养得郁郁葱葱的，可见她花了多少心血。娘是世间少有的聪明人。其实，她心里什么都懂。只是若相信公公还能回来，就能让她心里好受些，那便让她信吧。人活在这世上，总要有个念想。现在日子虽然平静，可每到夜里，我就会想起我爹、文昌、师傅，还有那些枉死们，心里就像火烧一样。可有一点，我总是想不明白：王善权若是想要钱财，为何要将我们家赶尽杀绝呢？因为妒恨吧。顾家宣和，我在扬州待字闺中的时候，就总听人说，扬州是顾家的天下，连节度使都要矮顾家一截。可王善权到底是个鼠目寸光的小人，贪婪愚笨，根本掀不起什么波浪。能将扬州变成火海，此事还是蹊跷。扬州城已经乱了，莫怕，你不过是被顾家牵连的无辜之人。也许这背后有人帮他谋划这一切。出事的那一天是我生辰，你还记得吧？那天你陪我过完生辰，就匆匆回到城里，让陈寻在城外陪我。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接到消息，说王善权带兵去了家里？是，我怕你有危险，就让你留在城外。你走了以后，
骆子商便出现了。骆子商，他为何要找你？他说，想让我跟他走，就能有一条活路，还跟我说，从此以后，世上便没有顾家，没有顾九思了。那个时候，兵变还没有发生，可他好像什么都知道。我曾查探过此人，但根本找不到什么线索。那这么说，是他在王善权背后谋划了这一切。若真是如此，此人也该死。这血海深仇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一笔一笔算清楚。主人在想什么？他如果还活着，应该已经恨我，视我如仇寇了吧？主人行走世间，向来持重通透，为何对他如此另眼相看？媳妇，还记得你我出狱吗？记得，当年我出落风尘时寻短见，是主人救了我，为我赎身，我才得以继续活下去。持重通透，你是想说我冷血无情吧？是，我是从修罗场里爬出来的，自然对旁人心冷如铁，不会有一丝怜悯。当初我对你的那份恻隐之心，也是从他身上来的。如果没有遇见他，我现在一定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。如果他不是顾少夫人，该多好！只可惜，他现在一定和顾九思一起死在跋涉途中了。荆州200里荒漠，寸草不生，饿殍遍野。他的身子骨又是那么孱弱。主人，有消息了。顾九思居然没有死，当真？是，他们夫妇如今已经到达望都了。他们居然横穿了饥荒之地，靠走着到了幽州。不过也不算什么大事，一个漏网的小崽子，能杀了最好，杀不了也就罢了。大人岂不闻斩草未尽，风吹又生？顾九思在扬州城那是有了名的纨绔子弟，娇生惯养，终日只知道斗鸡走狗。现在他老子也死了，他还能掀起什么大浪来？那大人只怕是把顾九思想简单了。窦公子，你很欣赏他吗？只是比旁人多了解几分罢了。如今顾家已迁走了半数家产，到了幽州，地位仍旧举足轻重。倘若顾家……骆公子，这个事儿你不提，老夫都不想提了。本来顾家的全部家产已经尽数落入老夫的囊中，如果不是顾及你和顾家的私仇，非要一网打尽，怎么会拖这么久？怎么会让顾家像蚂蚁一样把半副家产都搬到幽州？我们的计划本无疏漏，若不是令郎打草……不提这个，是你坚持要灭顾家的门，一口不留。老夫应承你的事儿，全都做到了。你应承老夫的结果，打了个对折。所以日后，骆公子的话，
我打了折帖，别教我做事。明一，走。这个王善权，当初求策时将主人奉为座上宾，如今乱世初定，扬州掌握在他手里，便立刻换了副嘴脸，如此过河拆桥。意料之中。我选王善权来谋士，也不仅仅是看中了他的贪婪逐利，更是看中了他的短视和愚蠢。王善权血洗扬州，天怒人怨。待到将来天下局势初定，很多人便会来与他清算这笔账。此时他若是善待于我，那岂不是坐实我曾与他勾结，帮他谋事？那到时候血洗扬州这笔账，就要记在我的头上了。那主人的意思是，他要过河拆桥，我便帮他拆个干净。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他王善权待我，也同样残忍刻薄。我与他们同仇敌忾，也只有这样，将来扬州落于我手之时，旁人才会服我。九思，我有事情想跟你商量。算了，以后再说吧。我也有个事，是个大事。那你说。算了吧，我怕你打我。你莫不是还想着跟我和离？那怎么会啊？想什么呢你？那有什么可打你的？要不我们俩一起说？行。1、2、3，我想把家产归官府。心有灵犀。娘，有件事想同您商量。什么事啊？你说。我想把家产全捐了。全都捐了吗？这是谁的主意？虽然是玉茹当家，可这主意是我拿的。玉茹，你赞成他？我赞成。其实，不是九思一个人的主意，也是我的主意。娘，是我不好。娘，您罚我吧。起来，你是顾家的掌舵人，以后顾家的事情都由你自己决定。坐下吃饭吧。
不可呀，怎么过呀？姑娘，去给掌柜们倒杯茶。是。慢着，茶叶不用留着捐了吗？我看也不必喝了吧。在座诸位都是我的前辈，也都曾为顾家立下汗马功劳。顾家的商号虽然姓顾，但也都是各位筚路蓝缕打拼下来。别了，当不起。我们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啊，说穿了，无非就是些帮工的。东家抬举着，穿了这身长衫，也不敢忘了自己的身份。是啊，公子就不用再说这些不疼不痒的客气话了。就是。那好，我这里有一笔账，若是诸位能帮我算平了，那顾家的家产便不必捐，顾家的商号也不用散。去年此时，幽州共有330万人，共产粮食700多万担，刚好够幽州百姓吃用、耕种、缴纳赋税，还略有盈余。可如今战乱，数十万人挤入幽州，而这数十万人，多是商人、富户、士族和他们的仆役。这些人不是耕种，却个个要张嘴吃饭。而幽州贫瘠，耕地有限，这多出的数十万张嘴，该如何填补呢？只要赚了银子，粮食出去买就是了吧？可如今各州战火纷飞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家家都有男丁被强征入，而这些节度使也在搜刮粮食以充军饷。那想问，现在哪个州还有余粮呢？公子倒也不必危言耸听，往年洪水、蝗灾、粮食欠收，也不是没有遇到过，无非是米面涨价罢了。各州连年借故不交赋税，都有私藏了官粮无仓惜售，只要价格水涨船高，自然有人乐意拿出来卖。我做生意大半辈子了，买卖不过供求二字，风水轮转的道理还是懂的。可是贺掌柜，你好像忘了一件事，这粮食和其他商品不同，胭脂涨了可以下个月再买，可粮食涨了，总不能下个月再吃吧？胭脂供货短了1成，便会涨价2成，可粮食若是短了半成，便会引起百姓的恐慌，遭到抢囤，那价格便会涨上10倍、100倍，甚至1000倍，也一诉难求。各位试想，若是粮食停工3日，结果会是如何？便会连幽州也彻底乱起来，百姓成为暴民呐！而这乱世之中，咱们这样有钱有粮的大户，下场会是如何？不用我再多说了吧。这样说来，即便不捐家产，不出2、3年，顾家商号也会遭难呢。已经没有2、3年了。如今战乱已经影响了春耕，若是不自救，咱们连半年的安生日子都没了。不能杜绝了吧？这除了人财散尽、以保平安之外，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？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公子，先前是我们一时激愤，您请多担待。各位掌柜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，请随我来。